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哪些？也许你会说南极、沙漠、被辐射过的区域，而我要说是今年暑假被这场持续高温烘烤的区域。哈哈，开个玩笑，恶劣的生存环境确实会让人类避而远之。但除此之外，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万万住不得的，因为在这个地方，一场大火在你的脚下持续燃烧了50多年，专家甚至预测，最起码还要再烧个250年才有可能熄灭。在当地不断的会有烟雾从地下渗出，甚至还会出现诡异的天坑，想想就阴森恐怖，也难怪会给电影《寂静岭》提供灵感。这环境属实再贴切不过了。可能有小伙伴会不信，这是要讲都市传说的节奏了吗？放心，这个地方是绝对真实存在的，而且它的存在也和人类脱不开关系。森特勒利亚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哥伦比亚县的一个自治市镇。由于它位于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矿床之上，所以从19世纪开始，森特勒利亚的煤矿事业便如火如荼地展开着。矿工们在地下挖隧道获取煤炭。到了20世纪初期，森特勒利亚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。它拥有14个煤矿以及2700多名的居民，小镇被开发得很好，教堂、酒店、剧院等设施应有尽有。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启，许多年轻矿工都应征入伍。森特勒利亚的煤炭产量持续下降，小镇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，矿山接二连三的被废弃，居民们也陆续离开。虽然小镇略显萧条，但仍有许多居民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。然而1962年的一场大火彻底改写了小镇的命运。1962年5月7日，森特勒利亚委员会开始讨论该如何清理年初引进的垃圾填埋场。那是一个91米乘以23米的露天矿坑，有15米深。当时建这个垃圾填埋场是为了解决小镇非法倾倒垃圾的问题，而现如今垃圾成山，就连填埋场也不够用了。根据新的法规，露天的垃圾填埋场本身要获得许可证，还要定期进行检查才能继续使用。而且眼看该镇马上就要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，务必要赶在纪念活动之前尽快处理到这个问题。不过在会议上，大家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，还是决定一把火烧光算了。5月27日，森特勒利亚委员会聘请到了5名消防员帮忙清理垃圾场。按照计划，在一场大火点燃垃圾场前，消防员会在矿坑内提前铺上一层阻燃材料来控制火势，等烧得差不多了，他们又会往坑里浇水，灭掉所有的火焰，方才离开。总之，当天的清理工作还算顺利。然而，谁也没想到的是，这把火在今后的日子里面会酿下不可逆转的大错。2天之后，也就是29号，有居民报告称，本已熄灭的垃圾场竟然又出现了火焰。他们设法将其扑灭后，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里面又反反复复。消防员也说不出原因，只能用软管又把矿底彻底浇了一遍。他们还叫来推土机，把灰烬铲了起来，试图找到隐藏的火源。可不管怎么样努力，火焰还是生生不息，时不时的冒出来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森特勒利亚委员会还请来了1名矿山检查员进行探测，根据空气当中的一氧化碳含量，明确了已经发生了矿山火灾。随后，他们立即向利哈伊谷煤炭公司致信，称森特勒利亚正在燃烧不明来源的大火。几天之后，消防员在矿坑的底部意外发现了一个直径4.6米的洞，这个洞常年被垃圾掩埋，所以在第一次清理垃圾的时候，它并没有被填上阻燃材料。最终，清理垃圾的火苗通过这一特殊路径蔓延到了地底下的煤矿井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可能有小伙伴会说，既然已经找出了罪魁祸首，就集中精力往火源灭火不就行了吗？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与野火烧山不同的是，地下煤炭的燃烧属于阴燃现象，燃烧速度非常的缓慢，而且在低温情况下也能继续燃烧，所以常规的灭火方法根本就阻断不了，更不要指望能够自行灭火了。起初起火的范围仅限于地下隧道，当地的居民还没有很担心，反而觉得很新奇。但很快情况就不太妙了，地下煤炭不停地烘烤着地表，并渗透出刺鼻的硫磺烟雾和一氧化碳，让人感到窒息。居民们开始抱怨糟糕的空气环境，殊不知这还不算什么。接下来，城镇道路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天坑，整个地面就像是开裂了一样，许多过往的车辆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中。居民们怨声载道，督促政府抓紧解决。一直以来，有关部门都在开会讨论，到底该如何结束这场火灾。他们试图将潮湿的沙子往洞里面倒，切断空气流通，但这并未起效。他们也试图挖过战壕，暴露全部火焰之后将其扑灭。不过，工程师低估了需要挖掘的土方数量，最终提前耗尽了资金，该计划也不了了之。最后一个方案就是用碎石和水的混合物来灭火，但当时异常的低温导致水管结冰，再加上他们担心的混合物数量无法完全填满矿山，该方案也就无疾而终。然而，时间不等人，此时的火焰已经在地下蔓延了213米。专家指出，地下温度已经突破了1000摄氏度，该地区已经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了。
无奈之下，森特勒利亚的居民只能举家搬迁，慢慢的就只剩下了1000位居民继续生活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之上。当然，留下的居民们都是比较乐观的，他们打趣道：这下寒冬也能种西红柿了，更不用给人行道铲雪了。而这样离奇的生活一过就是20年。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山脊望过去，大约有400多米的地带，植被已经全部消失，原来郁郁葱葱的树林变成了奄奄一息的枯木堆。仔细看的话，还会发现枯死的树桩还会持续冒着浓烟。再远一点的地方，公路和人行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，含硫的有毒气体从密密麻麻的裂缝和洞中翻腾而出，有时候烟雾还会飘进附近的墓地里面，形成一种诡异的气氛。此时的居民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会制定一个有效的灭火计划。1981年，12岁的托德·东博斯基在经过邻居家院子的时候，差点掉进了新的天坑。好在他死死地抓住了一棵树桩，家人也及时发现，才把他拉了上来。事后，所有人都感到脊背发凉，因为那个天坑热得厉害，目测有40多米深。假如没有人发现他，他早晚会支撑不住，彻底掉进去。一个孩子差点葬送在天坑里的消息，让所有居民都愤愤不已。他们催促政府继续扑灭火焰，但事实证明，居民们还是太天真了。宾夕法尼亚州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一直不见起色。据估算，想要完全扑灭这场大火，至少需要6.63亿美元，这就是一个无底洞。眼看着废弃的房屋只剩下残骸，街道分布越发诡异。而与此同时，森特勒利亚面临着森林大火的危险，居民被迫吸入有毒烟雾，鬼城的称号实至名归。在1984年，政府终于决定是时候要放弃这座城市了。他们拨了4200万美元，打算拆除森特勒利亚的所有建筑物，重新安置居民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离开自己的家园，搬迁计划并不顺利，居民与政府之间出现了各种法律纠纷，协商好补偿的部分居民很快就搬走了，房屋被夷为平地，本就荒凉的小镇看上去更加破败。不过，35岁的洛基蒂斯却拒绝离开家乡，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是当地的煤矿工人。如果没有这场大火，森特勒利亚肯定会越来越好。虽然环境恶劣，但洛基蒂斯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他还是决定留下来。虽然对于外界来说，森特勒利亚已经成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城，各处都有危险的警示标志，甚至吸引了不少胆子大的人前去探险。可对于洛基蒂斯来说，这不是打卡圣地，而是自己的家园。1993年，小镇只剩下了63位居民，附近的61号公路也饱受下沉开裂的困扰，随时都有可能意外倒塌。最终，61号公路不堪重负，宣布无限期关闭。可是这并没有让人们对它避而远之，鬼城的传说反而增添了一份神秘。许多人都不顾危险，特地赶往61号公路打卡，留下涂鸦，因此这条公路也被称为死亡之路、涂鸦公路。时间来到了2000年，这时大火已经蔓延到了墓地，墓地周围冒出了浓烟。森特勒利亚每天都在上演腾云驾雾的景象，居民们仍然在为留下家园而努力。他们坚持认为，外界媒体严重夸大了小镇的情况，就是为了逼迫他们离开。地下煤火从未杀死过任何人，留下的居民也都意外的长寿。2002年，小镇的邮政编码被注销。2004年，宾夕法尼亚州环境保护部明确表明，森特勒利亚存在有毒气体，不鼓励游客前往，而且不管是行走还是驾驶，地面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坍塌。2009年，宾夕法尼亚州长开始正式驱赶居民。截止到2010年，森特勒利亚只剩下了5座房屋。2013年，政府终于和剩下的7位居民达成协议，允许他们留在森特勒利亚继续生活，每个人都能获得349500美元和财产所有权。不过，在他们去世后，宾夕法尼亚州还会没收土地，拆除剩下的建筑物。其实，引起地下煤火的原因，除了人为因素之外，还有自然原因，就比如雷电击中了煤层，又或者是发生了自燃。当然，森特勒利亚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发生地下煤火的地方。在澳大利亚悉尼以北有一座燃烧山，已经烧了至少6000年。早在19世纪，有一位农民报告自己发现了一座火山，后来地质学家进行了测量，才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下煤火，而且可能已经燃烧了上万年、数十万年。从理论上来说，森特勒利亚的矿火最终是可以被扑灭的，但势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，这些成本远远超过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财务能力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冒险。令人惋惜的是，曾经的森特勒利亚盛产优质的无烟煤，欣欣向荣，而现在专家预测地下煤火还将蔓延250年，妥妥的就是个未知数。现在的森特勒利亚除了游客到访之外，还吸引了许多地质学家、媒体记者。
甚至研究工业灾难的俄罗斯学者代表团也有计划前来拜访。而洛基蒂斯苦笑着说道：“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展览品，荒芜的废墟搭配各种鲜明的涂鸦，似乎又给森特勒利亚带来了一丝生命力。但归根结底，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。地下煤火一旦开始，不是人类想灭就能灭的。不仅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还会释放大量温室气体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全球变暖，也许还会出现更多地下煤火自燃的现象，进一步影响气候变化，令人深思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当时换一种方式清理垃圾，这个小镇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下你们的看法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